多连杆就是多连杆。非常棒，屁股真的很稳。DCT， 刹车，刹车。呼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 POV 了，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的。我的人呢，现在来到了五虎这边，受到了 Cherry 邀请呢，我们来这里它的场合试驾它的车。今天呢有分为几个环节，第一个就是它的加速测试，还有的是个刹车测试，还有就是它的 Slalom Test，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操控怎么样的啦。今天的测试的车是 Tiggo 7 Pro， 等一下去 POV 试驾。很可惜啊，我的帽子就留在了酒店，忘了带出来，所以我今天呢用了视角，尽量呢 POV 给你们看。话不多说 ，Let's go， 谢谢老板。可以看到有一个 Tiggo 8的 PHEV 在这里，还有一个 Tiggo 7 Pro Max。不管它动力怎么样，我们最主要来测试一下它操控怎么样。我相信大家看过我之前试驾过 Tiggo 8 Pro 在山路的表现，大家都懂它的那个体验，我都赞不绝口的。Tiggo 8 Pro， 所以它是会有混动啦，听说一桶油啦可以行驶大概1000公里左右的。那一边呢就有一个 Tiggo 7 Pro Max 是全汽油版的哈，我用到 Sports mode entered. Normal mode entered. OK， 现在50哈，都可以自由发挥。之前驾过 Tiggo 8 Pro 上云顶哦，大家都知道，它操控我都觉得这 SUV 来说很不错哦。哦，那个屁股很稳定，真的。对。Multi-link 就是多连杆就是多连杆。非常棒，屁股真的很稳，不会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比上午那个20开起来还舒服。OK， 后面我们坐4个人都觉得这辆车可以，不会太笨重的感觉，很稳定。我跟你说，刚刚我坐后面的一个感觉哈，就是我感觉到它的后面哦，你驾你的吧，没事，开车。阿豪已经驾了一轮，我坐在后面呢，感觉到这辆车的屁股哦，真的是不会那种，它有那个支撑性在那边了，它不会好像太过倾斜。可以讲它的这个 suspension 呢，它不会比欧摩达软。简单来讲，它的屁股够乖，我只是顾推头就好了。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到在那个8字形的时候，它会好像莫名的，就是会利用一些后 brake 啊，带你过弯的感觉，我感觉是这样啦。对，那个是它的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介入。然后我其实有测试过上云顶啊，我把它操到很激烈啦。对，没有错，有多少个人驾 SUV 驾到这样的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所以我们只是来测试一下它的稳定性跟它的加速性，这样真的很棒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去 check 一下它的轮胎到底是什么哦，真的不会太软了，我觉得 OK 啦，我觉得可以。该硬的有硬。 SUV 的 SUV，你不要把它当 sedan 来看。Yeah。OK。它的方向还挺准，对，非常好，准。你可以用很小的方向就可以过。可是它的方向盘是，我刚刚用 normal mode 啦，觉得 sport 会好，够紧一点点，要 sport 才会 OK。有点轻是不是刚才？对，有点轻 ，sport 才是比较适合我们男人用。你喜欢紧一点吗？我喜欢紧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轮胎，还是用这 Copper Tire 啦，跟马来西亚一样，225/55R19的。然后呢，当然它的悬吊哈，不像你驾的日系车一样，这辆车我所谓的软中带刚了，不会太硬，不会太软，刚刚好。如果给一个 SUV 来说，太软的话呢，觉得舒服是真的，可是就重点在于在一些凹凸不平的马路，你会觉得有点晕了的，连我自己开车我都开到晕了。这个刚刚好，而且我们驾的是 Tiggo 7 Pro Max 最新款的，所以你看它的头，还有下面有一个日行灯，还有这个新款的轮圈，它还是一个大的 single board。我想试这个 Tiggo 9。这个
试驾完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才去试驾这一个0到100测试，还有它的刹车性能哈。我们就 Sport 3、2、1，地板油 DCT， 刹车，好，刹车。呼。它的刹车还是要踩得比较深，它才会对，那个咬住啊，它偏舒适的刹车。每一个车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。那我过这里吗？对吧走这个减震的。这个减震，所以我说它的底盘它整个滤震都软中带刚啊，不会太过太软，不会太硬。就是它打破了我不喜欢开 SUV 那种感觉。没有想到我竟然在中国这边开一个右驾驶版的 Tiggo 7 Pro， 在这个封闭场所的讲真的试车还是不满意。为啥？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买车在这种封闭式赛道开车的嘛。最主要知道在这种公众马路上开出来的感受是怎么样。难得来到这边就看到一个 Tiggo 4， 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这辆车有兴趣的，觉得它价钱应该更亲民，可能是在10万块左右的预算马币。它的款式其实也蛮好看的哦，视觉这样子看下去可能会比 X50小亮一点点，大概就是一个 WRV 的一个尺寸啊。如果卖在10万块左右，你觉得值不值得呢？在前面就是有 Tiggo 4、Tiggo 8、Tiggo 9。我们先说一下 Tiggo 4，我觉得是蛮新鲜的。那这辆车就是一个 compact SUV， 比较算小量的一个。可是呢，它的前脸的设计我还是觉得是挺好看的啊。最新款的 Chery 家族设计啦，它这个应该就是它的日行灯啊，上面就是它的这个 LED 的，但是它不是 projector， 它是一个 reflector 来。这样 Honda Civic FE、FC 也是用这样的材质的，立颗状的这一个前中网非常大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轮胎的尺寸呢，它是来自一个朝阳的一个轮胎215/60R17寸的，搭载着一个淡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后面也是一样啦，搭载着这个尺寸，贯穿式尾灯，还有它的 LED 的 signal 灯。我带你们来看一下那个内饰哈。所以这边你会看到这个门把这里旁边就是有一些解锁跟锁的按键，非常方便我们驾驶员按啊。但是如果它放在中间，或者是在副驾驶那边多了这个按钮的话呢，我觉得你的女朋友、你的老婆会更加的方便哈。这里就会有一个小手把给你拉，还有这些窗户按键。那这辆车呢，我觉得它的整个用料啊都是维持在大概10万块左右的价格啦，因为这边都是软质塑胶，这些都是硬质塑胶。这饰板呢做得很漂亮、很精致，但是还是一个硬质塑胶。这些下面是皮革了啊。走进来这里看得到，这边方向盘呢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，我就没有看到有换挡拨片啦。雨刷的这一个就好像有一点比较传统了一点呢，还有这个就是它的 signal。OK， 有自动头灯，这里就是它的仪表，可是我就没有打着这个引擎，现在看不了。这个中控就是跟我之前试驾过 Omoda 5还有它的 Tiggo 8 Pro 都是一样的操作，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很熟悉了的。可是这个语言我就不太认识了哈。Oh my god， 看不懂。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按键，可能它的这些音乐啊，还有这 light 啊，它的音量啊，还有它这个 on off， 这个就是它冷气控制啊，这些都是触摸式的哈。排档感是我觉得如果在价位10万块里面，我真的是加分，很好看。虽然它的用料不是那种水晶啊什么的，这个也是全都是 plastic， 可是它是一个电子挡挂哈，它的电子手刹 ，auto hold， 驾驶模式，还有这个陡坡缓降啦。这里就是无线充电，我觉得放在这边可能会吹到冷气一点点啊。这边要打开扶手箱 ，OK， 全都是皮革啊，在这后面也是一样，设计感还是有用心的。这个就是它的灯，哎。Interesting， 这么转的哈 ，SOS button， 啊，这个可以放一些眼镜啊。这里前面还有一个 subwoofer 哦，音响，防滑系统关闭，还有头灯高低调节就没有啦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座空间，在后面的话就稍微比较简单了一点，它就只有一个窗户按键，还有一个小手把，还有这个开门的开关，就这样。这里还有一个手扶，后面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啊，这些是可以打开跟关闭风速的。下面有一个 USB 插槽，还有个洞让你放手机。这里后面就不是平的了啦，前面已经大概是我的驾驶座位了的，而头部空间呢多过一个拳头，我的腿部空间呢大概也是一个拳头。这辆来说呢，肯定会比 Omoda 小辆的。座椅的
软度还是 OK， 不会太硬，不会太软，腰部支撑也是 OK 啦。如果做长途的话呢，至少那个腰不会悬空的。椅垫呢，它不会说太短哦 ，OK， 不错啦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就没有什么天窗啊，这个样是没有的啊。现在呢，不是比马来西亚热，可是呢，它还是很晒 ，UV 数值还是比马来西亚高了，这边大概6到8，马来西亚大概4的 UV 罢了，但是有凉风吹啦，还是一样热。下一次如果来马来西亚的话呢，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啦。在不久的以后呢，很快它就要公布价格大概是多少了。我也没有想到呢，第一手试驾竟然不是在马来西亚，而竟然是在中国呀。虽然我没有面对了它久，只是大概试一下它的这个操控，还有它加速，还有它刹车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拿到车以后呢，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给大家。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点个赞。我的名字叫爱的人爱的人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，拜拜。